士兵你好，這是一份最高級別機密任務，請確認任務信息。行動代號審判之矛，目標某極端組織最高指揮官。任務要求隱蔽自身，確認目標，完成任務並安全撤離。但你在接受這個任務之前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：真正的狙擊行動從來不是像電影裡那樣瞄準目標，然後扣下扳機。在你開槍之前，你需要經過漫長且殘酷的等待。那麼，要如何從普通士兵成為一名王牌狙擊手？一次狙擊行動究竟怎樣才算是圓滿完成呢？很多人都以為狙擊手就是整個部隊裡槍法最準的那個，拿着 MK22 或者 AWM， 幾百米外一槍一個。還真不是。世界上那些頂尖部隊選狙擊手，最先被淘汰的很多都不是槍法最差的人。有人可能會問，差的不淘汰，那他們淘汰誰？一名狙擊手最重要的不是槍法，而是心理素質。因為真到了戰場上，開槍反而是整場任務裡最簡單的一步。說白了，軍隊要找的從來不是一個奧運射擊冠軍，而是一個能在高壓環境下依然保持冷靜的人。比如觀察力，教官可能把幾十件東西藏進樹林，讓士兵自己去找。有的是一截樹枝，有的是半塊迷彩布，甚至只是一个淺淺的腳印。像我們這樣的普通人，可能看半天什麼都發現不了，但一名真正的狙擊手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來，這片樹林裡哪裡不對勁。因為戰場上的目標可不會傻乎乎地站在那裡揮起雙手，很多時候狙擊手能看到的可能只有半個腦袋、一根槍管，甚至一塊和周圍顏色不一樣的布料。如果發現不了這些，再好的槍法也沒有用。不過比觀察力更難的其實是心理。真執行任務的時候，狙擊手和敵人的距離可能近得超出你的想象，中間隔着一堵牆，或者大家在一些電影中肯定見到過這個畫面，或者這個畫面。這個時候哪怕只是咳嗽一聲，挪一下腿，甚至呼吸重了一點，都有可能讓整個任務宣告失敗。所以狙擊手最大的敵人很多時候根本不是對面的槍，而是自己的身體。所以在狙擊手圈子裡一直有句話，8場打10環不算什麼，趴在泥地裡10幾個小時保持靜止才是真男人。只有做到這一點，才算真正達到了狙擊手的最低要求。但是先別急，狙擊任務往往不是孤身一人的豺狼。愛德華·福克斯在影片裡，一個人一把槍一發子彈就能完成任務，但在戰場上可不會這麼幹。現代狙擊行動幾乎都是2個人一起完成，一個負責開槍，另一個負責開槍前的準備，這個人就是觀察手。很多影片為了突出主體，一般給主角配置的觀察手更像是一個掛件。但是在軍隊裡有這樣一個說法，一個好的狙擊手不一定是一個好的觀察手，但是一個好的觀察手一定是一個好的狙擊手。在很多國家的狙擊部隊，觀察手反而都是經驗最豐富的老兵，因為他負責的東西比射手多得多。比如目標是不是本人，距離到底多少，風有沒有變，附近有沒有巡邏隊，現在該不該開槍，打完以後從哪裡撤退，這些全都是觀察手要考慮的。所以很多時候射手負責的是技術，而觀察手負責的是判斷。更直接一點說，射手決定這一槍打得準不準，觀察手決定這一槍到底要不要打。只有2個人建立起足夠的默契，把自己的後背放心交給對方，一個真正的狙擊小組才算成型。不過這還只是開始，熒幕前的各位潛在狙神，現在是時候挑選一把適合你的武器了。一名專業狙擊手在執行任務之前，第一件事考慮的並不是哪把槍威力最大，哪把槍更匹配我強大且神秘的氣質，而是這次任務更適配哪把槍。距離不同，目標不同，環境不同，選擇完全不一樣。如果目標距離比較近，需要快速反應，同時還要求極高的精度，那麼美國特種部隊裝備的 MK22 就是毫無懸念。這把槍最大的特點不是單純打得遠，而是靈活。它採用模塊化設計，可以根據任務需求更換不同口徑。今天需要隱蔽性更強的任務，可以換一種配置；如果需要更遠距離的射擊，也可以調整到更適合的狀態。更重要的是，美軍認證，無需多言。不過如果說到狙擊槍裡的傳奇，那 AWM 絕對繞不開。它最大的特點就是穩定，在很多極端環境下，它依然保持非常高的射擊精度，尤其是在超遠距離的射擊領域。AWM 曾經創造過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記錄，比如英國皇家騎士團下士在阿富汗創下的2475米超遠距離狙殺，所以直到今天，它依然是很多狙擊手心中的經典。當然，如果任務要求的不只是打人，而是處理更大的目標，比如車輛、設備，甚至輕型防護目標的時候，誰能夠拒絕一把巴雷特呢？
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巴雷特 M107 的时候，都會覺得這還是狙擊槍嗎？因為它實在太大太誇張了。它存在的意義不是普通狙擊，12.7毫米口徑的威力讓它擁有遠超普通狙擊槍的破壞能力。它可以攻擊遠距離的重要裝備，也可以利用強大的穿透能力解決普通步槍無法處理的問題。所以你會發現，不同狙擊槍其實代表的是不同任務。到了這裡，當你選擇了一把合適的槍械後，接下來就是決定任務成敗的一環——計劃。很多時候，狙擊手開槍的時間可能只佔整個任務的1%，剩下的大部分時間都會花在尋找機會。任務開始之前，狙擊小組首先拿到的不是一張簡單的照片，而是一整套情報。因為狙擊手真正尋找的從來不是一個站在那裡等着挨打的人，而是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。比如一個目標經常出現在一棟建築裡，但這棟建築周圍有大量警衛，直接射擊風險太高，那麼狙擊小組就需要繼續觀察，目標有沒有固定路線，有沒有某個時間段會離開保護區域，有沒有一個位置可以看到目標，同時又不會暴露自己。這些都需要大量時間分析，所以狙擊任務其實很像一場大型推理。最後扣扳机的那幾秒看起來簡單，但背後可能已經準備了幾天甚至幾週。而在準備工作裡面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選擇狙擊陣地。是不是有句話叫做占領制高點？但是狙擊位置不是越高越好，一個太完美的位置往往也是最容易被發现的位置。要知道，目標的安保人員可能是執行任務比你還多的前特戰人員，極佳的射擊位置不僅僅是狙擊手知道，負責保護目標的人也一定知道。所以真正優秀的狙擊陣地往往看起来非常普通，它可能不是最高的地方，也不是距離目標最近的位置，但它必須滿足3個條件：第一，能隱藏自己；第二，能夠持續觀察目標；第三，完成任務以後還能安全離開。而當槍選好了，情報分析完成，射擊位置確定之後，狙擊小組終於要進入下一階段。接下來他們要做的事情是所有狙擊訓練裡最重要的一課——消失。对於狙擊手來說，最危險的階段就是靠近目標，並且在整個過程中不被發現。因為狙擊手最大的優勢就是敵人不知道他在哪裡，只有這個優勢還存在，狙擊手就掌握主動權。所以在訓練中，狙擊手最重要的一項潛力並不是射擊，而是隱藏。有的人說，隱藏有什麼難的？不是有吉利服嗎？還需要訓練？草地穿迷彩，雪地穿灰白，城市裡就披一個水管維修工的夾克。但戰場上的偽裝遠遠沒有這麼簡單。吉利服只是工具，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融入周圍環境。為什麼？因為人在觀察環境的時候，最容易發现的並不是某一種顏色，而是不應該出現的東西。比如一片樹林裡，所有東西都保持靜止，突然有一個位置出現了移動，哪怕只是很小的变化，也可能引起注意。所以狙擊手訓練中非常強調控制動作，不是因為他們不能動，而是任何多余的動作都可能增加暴露風險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優秀狙擊手看起來像是一塊石頭一樣，實際上他們一直在觀察。狙擊任務最考驗人的地方就是時間，狙擊小組可能花費大量時間接近目標，尋找位置，然後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。而這個等待過程對於人的心理和身體都是巨大挑戰。長時間保持同一個姿勢會讓身體越來越疲憊，長時間保持高度集中也會讓注意力不斷下降。更難的是，你不知道這個等待什麼時候結束，目標可能很快出現，也可能幾個小時、幾天都没有機會。但狙擊手不能因為時間太長就降低警惕，任務的成敗往往就是那短短幾秒鐘。這也是為什麼狙擊訓練如此強調耐心。在這個過程中，觀察手的作用再次體現出來。觀察手需要持續掌握周圍情況，確認目標變化，同時判斷任務是否仍然適合繼續。如果發現風險增加，他甚至可能建議放棄射擊。對於專業狙擊小組來說，完成任務並不意味着一定要開槍，能夠在錯誤的時機選擇等待或者撤離，同樣是一種能力。所以，真正優秀的狙擊任務並不是靠某一個人的勇敢完成，而是靠整個小組長期準備，最後抓住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。當目標終於進入預定位置，觀察手確認情況，射手做好準備，這場漫長等待才終於迎來最關鍵的一刻——扣動扳機。當目標終於進入射擊範圍之後，狙擊小隊會迎來最考驗算術的階段。在遠距離射擊中，子彈離開槍膛以後，並不會完全按照瞄準的位置飛過去。距離越遠，外界環境對它造成的影響就越明顯。所以這個時候，觀察手需要不斷確認目標狀態，判斷周圍情況，修訂關鍵參數，幫助射手完成最後的射擊判斷。狙擊手隱藏了幾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，一旦開槍，自己的位置就可能暴露。所以，優秀的狙擊手並不是看到目標就馬上射擊，他們需要判斷很多東西。
如果條件不理想，哪怕目標就在眼前，也可能選擇繼續等待。這也是為什麼狙擊和普通射擊最大的區別在於，普通射擊追求命中，而狙擊任務追求的是一次最具價值的射擊。因為一顆子彈背後代表的不只是攻擊目標，還代表着整個小組的位置可能暴露。當觀察手完成判斷，射手做好準備之後，這場等待了很久的射擊才會真正開始。而這一刻看似只是扣下一次扳機，背後卻包含了之前所有訓練、情報分析和等待。終於在經歷長期的潛伏、漫長的等待後，槍響了，目標也隨之到底，但是任務還沒有結束。目標導向還不是任務的終點，對於真正的狙擊小組來說，最危險的階段開始了。在開槍之前，敵人不知道狙擊手的位置，但槍聲響起的那一刻，這個優勢就消失了。雖然現代狙擊槍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降低暴露風險，但在真實做到無聲無息幾乎是不可能的。敵人也許無法馬上確定準確位置，但他們一定會開始搜索，尋找射擊方向，尋找異常區域，尋找任何可能留下的線索。所以，一支成熟的狙擊小組在執行任務之前，就已經提前考慮好了撤離方案。狙擊任務從來不是找到目標然後開槍，而是找到目標、完成任務，然後安全離開。槍響之後，狙擊小組需要快速恢復行動，檢查裝備，確認周圍情況，然後按照提前規劃好的路線離開。這個過程聽起來簡單，但實際上撤離往往比進入更加困難。這時候，狙擊手面對的不再只是一個目標，而是一整個正在反應的戰場。所以，優秀的狙擊小組會盡可能減少自己留下的痕跡，不會留下明顯的裝備，不會改變周圍環境，不會讓敵人輕易判斷他們曾經停留的位置。最終，在你和搭檔的配合下，你們坐上了堅硬的 MH-60，完美的完成了這個任務。我們的影片看似到這裡就要結束了。但是，隨着現代戰爭的發展，很多人開始產生一個疑問：無人機時代真的需要培養如此昂貴、訓練周期如此長的狙擊手嗎？無人機使用成本極低，一個沒接觸過的新兵，可能只需要幾天時間就能完成飛行訓練。放在狙擊行動中，它可以從高空抵達目標區域，避開外圍防線，也不需要等待時機，只需要確認目標所在房間，就能在千里之外完成一次清剿。在2002年，美軍首次使用 MQ-1 捕食者無人機發射地獄火導彈，精準刺殺極端組織基地的頭目哈里斯。而隨着无人機技術的普及，俄烏、中東都在大量採用無人機來進行遠距離擊殺任務。無人機頂替了需要幾年訓練的人員，那麼狙擊手要被淘汰了嗎？答案是不會，但狙擊手正在發生變化。未來的狙擊手可能不會只是傳統意義上拿着狙擊槍的射手，他們會成為一個結合偵察、分析和精確打擊能力的綜合作戰單元。但無論裝備如何變化，狙擊任務最核心的東西并不会改变，那就是在複雜環境中保持冷靜，並且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判斷。這也是狙擊手一直存在的原因。他們真正影響戰場的並不只是消滅一個目標，更重要的是他讓敵人在很長時間裡都無法確定危險來自哪裡，而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壓力。好了，關於狙擊作戰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。您認為狙擊手未來會發展成什麼樣呢？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好的，各位觀眾，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，不僅超有態度，還堪稱性價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級輕，拿在手上輕飄飄，穿上身更是零負擔，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具透氣，就像會呼吸一樣，就算在外面跑一天，也能保持乾爽，徹底告別黏膩感。最關鍵的是，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，僅需很少的錢，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。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，閉着眼入都不虧，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。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，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，趕緊去搶。